给你，真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。被大哥夺去，女儿也没有，被送走，这一切还有机会。瓜子，你做噩梦了？不是梦，玉娟儿，这辈子我不会再让你们受苦了。还有小山和小贝。瓜子，你怎么了？我回来了，这一次谁也别想再夺走。沈家，深海名额一个，老大力气足，出海稳当，就该他去。老二在家看孩子得了。又是朝服，你就认了？陈队长，先等等。上一次的名额也是沈朝福，但他出海了几次，他把名额转给了沈湾村的人换米，一分没进自家账。陈队长，这事儿大队有存档，能翻出来。能发出来？你这个不守规矩的东西！爹，以前我不在乎，你偏心，但现在不一样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翻老家压我？大哥，这个机会你自己不要，总不能让我家也饿死。深海名额改成沈瓜子，得尽快分家。虽然现在不是时候，但我要提前做好准备，留好证据。账记到这份上，分家的事你打算什么时候动？等投网出海，账目凑够了分量，那天就是。瓜子，那边按交托，别往里靠。我认得。啊，200斤打不住！瓜子，你哪里学的这手？嗨，我就是记性好。巧人，把桶拿过来，咱们搬回去，晚上全家分。晚上全家分，这网是我单独的，深海名额打的，不入公账。说什么话？一家人吃大锅饭，你翅膀硬了不认爹娘了。瓜子，算了。我媳妇儿今天要吃顿好的。这半篓留给老翟，剩下的我拿回去。爹，这个汤好好喝。瓜子，你这几天跟以前不一样了。哪里不一样？说不清楚，就是感觉你心里有数了。
上辈子，老婆孩子跟着我，真是受了太多委屈。这辈子还是要尽快分家的好。罐头厂那边也该动起来了，光靠打鱼还不够。妈，我亲眼看见的，月娟在灶台边藏了几枚铜板，装在布头里。林月娟，你给我解释，那几个钱是哪儿来的？是帮陈家。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.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.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. I got 我说清楚，从今天起，他的钱他自己管，老宅不许干涉。就是这个理儿，媳妇儿自己挣的，凭什么归公？啥年头了还这么整？啥年头了还这么整？走，咱们回家。生了是个女娃，又是个陪嫁货。就叫小珊吧，海里珍贵的珊瑚，这辈子保护着你。地里的菜要浇水，你去把这套活干了。身子骨这么弱，还好意思歇着？妈，月娟身子还没养好，家里的活我来干。你管得着吗？这家里的规矩，我家的规矩，我说了算。老二真行，为个女人顶亲妈，出息了。嫂子投胎那年，妈让她没出月子就去挑水。嫂子现在还没养好，那是她自己不争气。你们家的事儿我管不着，但我的媳妇，你们谁也别想欺负。陪嫁货，站那边去，别碍眼。水产站这批要压价，但新开了个罐头厂，最近专找稳定供货的，给价高出30%呢。村里没人信，都说新厂3个月就黄，还是走收购站稳。我知道了。听说你要把大黄鱼送去那家新罐头厂，脑子进海水了？没有叔，就是试试。那厂几个月就得关门，你等着哭吧。叔，到时候我请你喝鱼汤。哈哈哈哈，鲜度不错，哪个村的？虎头坳，头刀鱼货，今早下的网。行，不错，进来喝杯茶。你是第一个主动送货上门的渔民，说说看，你觉得我们收货有什么问题？
你们家鱼货不分级，统一压价，渔民就没动力送好鱼来。保鲜这块也要跟上，出水超过4小时的鱼做罐头口感就差一档。你懂这个？出海的人都知道。你愿意做我们长期供货人，按等级定价，咱们签合同，可以谈。罐头厂是第一步，光靠卖鱼撑不到几个钱。前世那片珍珠湾人摸到是分家之后第2年，现在还来得及，路要提前踩出来，不然那块海就跟我没什么关系了。明天去找吴志明，他在县城水产站待过。珍珠苗的事，他知道的比村里任何人都多。前世就是这晚，老三摸走了妈压箱底的200块，事后赖到我头上。老三，二哥，我就找件旧衣裳，天凉了。老三，你欠的那个人不好惹。嫂子，朝浪在海上赌船，输掉了大钱，我也不知道多少。昨天李铁嘴的人来村口站了半个时辰，没说话，就那么站着。村里几个老人听见李铁嘴3个字，扭头就走，没一个人敢多嘴。这钱我们不出，但要让爸妈知道，早做准备。爸那脾气，今晚我去说。爸，先别声张。瓜子这段时间出海不少进项，先从他那儿抽一笔填上，外头人不知道，家丑不外扬。他们要对我动手了，但我们比他们更有准备。苏采购，我们家老根是瓜子的亲爸，供货这事儿应当算家里的，你把合同上的名字换到他老人家名下，合情合理。苏哥，合同是我本人签的，没有我到场，任何变更无效。大嫂，规矩就是规矩，合同签了就是这个人，我不能乱改。你回去跟家里说一声。你自己留好。这个逆子，翅膀硬了，连爸妈都不认。不出这笔钱，老头子就没有压力松口。这钱出的值。妈骂完了。爸，老三的赌债我来出，但只有一个条件，分家。爸，进来，有话说。朝福给老头子出的主意，拿大队长的名义当挡箭牌，拖时间的老饵戏。分家的事儿，陈大队长说了，要在意，这事儿先搁着。这话真假，一问便知。去吧。老沈，
你昨晚说要找我商量分家的事儿，我过来看看，顺带把这个带来还你。行了，说正事儿。瓜子，你说你要分家，老沈，你讲你的意思，我听着。大队长，分家就是断老人家的路，瓜子这是趁家里为难落井下石。你说老三欠的债跟你什么干干？这时候提分家，安的什么心？哼！我出3个月的余款，填老三的赌债，愿意就谈，不愿意，这债别指望我。你这是要活剥老子的皮！那今天就到这里。老沈，分家是册允许的，你拦不住的。前世，这片湾被外省来的商人摸清，背背捞空。这一世，志明哥，你觉得这片海有没有搞养殖的空间？比如珍珠。爸，我看见海了，很远很远的海。我也要飞，我也要瓜子，你最近变了很多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没告诉我？以前我亏欠了你和孩子，以后我不会再让你们过那样的日子。行，我们娘仨就指望你了。月娟，今天那笔余款你留着做什么？一家人过日子，钱放一处才稳当。妈，那是瓜子出海挣的，家里的开销我们会留够，剩下的我们自己存着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个意思。瓜子，我打听清楚了，你爹根本没去找过大队长，什么队里要商量商量，是你哥唬你的。但大队长昨晚找了你爹，把你备案的事告诉他了。我感觉你爹的脸色不好看。没事儿，我还有别的棋。今天集体围网，按抽签定位，各家服从统一调度，不得私自换网位。大队长，让瓜子先抽。他一个人瞎出海撞大运，真以为自己是鱼神。今天让大伙见识见识。捕了30年鱼，浅水区留给你们新手练手吧。要不要换个方向？不换。今日潮头在东，暗流从礁口绕进来，鱼群跟着走。沈瓜子，净重320斤。是旗鱼传进水了！各省弃鱼保船，快割！
住！粗绳抛过来！阿莲妈，这是旗鱼，这条鱼能值多少钱？这才是咱虎头坳的渔民。30年老渔霸，我今天算是开了眼了。沈老根，3个月了，今天不结清，这屋里的桌椅床柜我就搬了。马哥，你也知道最近出海不顺，这钱……再宽几日。哼，磨了3个月了，我的耐心有限。今天必须给个说法。一共欠了多少？哼哼，连本带利420块。我来出这笔钱，但分家文书今天就要签。你二儿子有担当。沈老根，你怎么说？朱贵堂，沈瓜子，家里出了事，你倒来趁火打劫，你还是不是沈家的人？让2个孩子在这种地方长大，您二老高兴？爸，您说分家丢脸，那我就先说说这3年咱们家的账。83年，大哥用宫中的钱买了2条原烟，3斤白酒。罗铁柱，是不是？是，我亲眼见的。同年4月，我投网打的那批黄花鱼，大哥说替我送去晒场，少了20斤的数。84年，月娟接的渔网修补活，多次被妈截了下来，那是月娟给孩子买零嘴的钱。月娟，我说的对不对？大哥，海亮今年几岁了？7岁，怎么了？7岁，再过10年他要说亲，要盖屋，宫中这点家铁，你能给他什么？你少废话！就算分，也该先分我这个老大的。铁柱，去请陈大队长过来一趟，就说2兄弟都有意分家，请他主持。分家是个人正当权利，既然2兄弟都有这个意思，我来见证，公平分割。大队长，我刚才那话是随口。随口？你亲口说的，这屋里10几个人都听见了。大队长，我家老猴子昨夜急症，这分家书要是1签，他要出人命啊！老沈，我知道你病着，但我实在是等不及。催债文书，你看看，还不清我就去治安管理部举报你赌船经营。老沈，你也想好了？你
这是讹人！讹人？盖章的文书，讹什么讹？爹，事到如今，分家吧。老沈，都到这份上了，你要犟什么？按手印吧。我们现在有自己的家了吗？对，咱们家从今天起是自己说了算。这一关算是过了，真正的硬仗还没到呢。分家之后第一次出海，账不用分，渔获也没人抢。这感觉真爽！就是这里。潜下去看看。比你说的还多。哟，这湾里头的密度。所以我才找你来。借罐头厂那边打通省城，找省里的珠宝商。我出资，你负责海上生产和村里协调。行。咱们肯定能搞成。铁柱，你知道县城哪里有旧制冰机卖吗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月娟，不是不卖你，是你家沈家媳妇儿这个账还没结清，先把旧账补了再说，行不行？账本拿出来，我要一行一行看。你看，白纸黑字。这笔账的日期，在我们分家文书签之前2天。分家前旧账由老宅统一承担，跟我这个小家无关。这笔账去找沈老根。说的对，账归账，人归人，哪有欠了钱还要媳妇被救债的道理？行，你厉害，只是你家男人在外头走动，小心有人绊脚。买到了。买到了。那主人最后那句话，我知道，说有人绊脚，不过是吓唬话。可吓唬话也是有人撑腰才说得出口的。瓜子在外头的事儿，得让他自己多留个心眼。进去吧，盐包先搁灶台边上。瓜子，顺兴那边出通知了，忘记收黄鱼，到场必须活鲜，不然按闲货价结。差价40%，村里没人做得到。木桶加冰，
鱼到半道就翻白了。我知道怎么弄。你知道？碎冰分层，逐格透水，草席压顶隔热，鱼在船上多撑6个钟不成问题。家里那点积蓄够不够用？爸，这是给鱼睡觉的床吗？对，给鱼睡觉的床，睡好了才值钱。这方法，你打算教给别人吗？教，但有条件。前世有一夜，孩子饿哭了，我没在家。虽然分了户，这地方还是太难了。新屋的事儿我在办，快了。爸爸，挂着出海，讨个好彩头。小山等你回来。小山，小贝，这辈子谁都别想带你们走。网在，被在，够了。龙牙湾不只有普通马氏贝，那里的野生种群密度我估算过，够我们起家。苗从哪里来？自己驯化还是外头买？外头买风险大，价钱也压不住。我的想法是就地取苗，从暗礁湾里筛。今年先摸清密度，开春后下第一批钓笼。时间够，够。驯化周期3个月，入秋前能看到第一批结果。钱的事我来想办法。我手上还压着2笔货款，匀出来先垫着买网绳和钓笼材料，够撑到第一批苗下水。后续呢？后续看苗的成活率，成活率上6成，我去找信用谈，拿备苗和钓笼做抵押，申请一笔小额贷款。你负责技术，我负责钱和路。品级够。这批货你自己剪的头刀，全程盯着，烂的残的一条没混进去。这是我手写的供货说明，3个月内的量和品级我能保住。我收到了。今天上午，姓沈的在晒场跟苏采购接上手了，还递了张纸过去。
他想越过我直接上桌。从今天起，他每次出海走哪条线，拉多少货，我要知道。马叔，好久不见，在这边找人？随便转转，随便转转。马叔这趟专程跑来，不像是随便转转。有人托我来摸个底，不是我自己的事儿。这个人是谁？不用问，问了他也不会说。不如回头让铁柱去查。你盯周老板那边，摸他近期跟哪些货商走动。我这边要知道马老抠背后是谁拖的。2条线我来安排。瓜子，有个消息等不到明天，有人亲眼见着马老抠跟周老板上周在县城喝过一顿酒。300块，1分不少。今天看在老邻居面子上，当7天，3天为限，3天没动静，我就自己拿东西抵。瓜子，你出海挣了钱，先借给你3个，把这事压下去。都是自家人，血浓于水。上次借出去的50块，什么时候还？你这孩子说什么话？你哥有难，当弟弟的不帮，像什么样子？爹，我那张纸还在。瓜子，我嫁过来才知道他欠着债，是我命不好，我不怨你们，就是怕债主急了动手，伤着孩子。起来，地上凉。我跟你说2件事，你记清楚。第一，明天去找阿莲妈，就说我让她带你们娘俩去罗铁柱家住3天，她知道怎么安排。第二，朝浪那300块是他欠下的，必须他自己面对，我不替他还。但你和孩子，我管。着了，300块，今天不见钱，我这腿就迈不出这家门。马叔，您找错人了，那钱是我跟瓜子借的，他一直没还我，您去找他要。马叔，你先坐。上次大队长说要核算，这2个月我又补了新账，朝福大哥截留入库的数目，逐条逐日都在这里。7月初3，头刀鱼货110斤，入账80斤，短缺30斤。7月初9，大石斑鱼2煨，账本5载。哪里来的烂账？你污蔑人！罗铁柱帮我整的，他愿意当众对账。我说一个方案，按分家书执行财产分割，所有旧账今日核清，连这300块赌债一并算清楚，往后各家自负兴修，谁也不欠谁。分家书才落定几天，你现在就来逼着要分财产，你这个忤逆的！翅膀硬了，要核算，就请陈大队长来做见证，账目当众核清，谁也别想赖。账目先搁着，财产分割是大事，老规矩，要当众核清补偿才能裁定。大队长，你看看这个。这是瓜子亲手写的，自愿补贴家用承诺书。此句写法不规范，我得查一查大队有没有登记备案。
今日程序照常推进，这张据先存档，明日我去查档，若无备案记录。大队长，能不能宽限一晚？这张据我有话要说，但要先取样东西佐证。今晚还是明早？今晚。前世这张据被老根压了很多年，我当时没当回事儿，直到分家谈崩才知道它的存在。这一事我记着，老队干部曾经留过一个底。当年立据那天，老队干部走之前悄悄告诉过我，说留了个底就压在东厢旧巷子里。瓜子，这个，这是副本，是他当年亲手留下的底子。查过了，这张承诺书当年登记为口头性质，未经大队正式盖章存档，不具资产分割效力。账目若有异议，可重新核算，但分家是政策允许的家庭自主权，大队无权拦，也无权强迫。大队长，这是我要求在县信用上开立独立账号，单独核算渔获的申请，请大队存档备案。他要真分出去，那条船是你名下的，趁他还没过户。今晚把钥匙取回来，交给朝。这摆明欺人！走，找大队长评理去。大天白日换锁不让你用船，这叫什么道理？不用，瓜子，去找阿根说。阿根说，这条三体借我出一次海，回来我替你把船底重新劈灰上油，再帮你补那张地龙网。别沉了就行。大队长，他要分家，是要断我们老两口的活路。族里长辈都说要先调解，请大队长给个说法。按规矩，大队需先走调解程序，调解未果之前，分家裁定暂缓推进。180斤！你们瞧瞧，人家架条破舢板比他们大船还多大1倍，老沈家真是不识货，把这样的儿子往外推。瓜子，家和万事兴，这话你不是不懂。你阿爸再有不是，血脉断不了。分家书的事儿，能不能就此撤了？往后各让一步。两位叔公，我先念几件事，念完再说撤不撤。1982年至今，我出海所得渔获70%入公账，我与月娟实得不足2成，账本在大队部可查。1983年秋，月娟催问年底分红，被阿妈骂出门，当晚被人推倒在晒场门槛，手腕撞破，没去卫生院，自己包的布条。1984年，老三赌债压下来，阿爸拿我存的渔获款填账，没打招呼，事后一个字没提。月娟，手腕上那道疤是那回留下的？老根，这家该分。两位族叔都签字了？签了，建议分家，这是族里的意见。程序重启，不设缓冲期。你准备好材料，本周内来办。阿爸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住自己的房子？快了，阿爸给你们造一间面瓜子的新屋。瓜子，刚收到消息，苏采购下个月要来虎头坳实地看货，就这一次窗口，过了就没了。
周老板派了人，专门在苏采购那头放风，说虎头坳货源乱，还传过有人拿劣质鱼混头刀充数。他动手比我想的早。这话传出去，苏采购来之前心里就有了疙瘩。咱们再好的货摆出来，他也得打折扣看。铁柱，你今天就去县供销合作总商，问他们库里有没有海冰保鲜设备。省城那批货能买3套就买3套，全部加底压上，压上。瓜子啊，这玩意儿多少钱一口？鱼放冰里，还不如直接腌咸，费这冤枉钱，脑子烧坏了。苏采购进村那天摆出来的鲜鱼品相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瓜子分了户，他那2个丫头迟早也是沈家的累赘。老根那边的事儿，我还是说得上话的。等等，这是瓜子的闺女，你做得了主？一家人，老根那边我去说。我手上没现钱，但瓜子那个大妹今年也不小了，你那头冤亲不是缺？你是想把小山卖了？债2清，往后我不欠你的。阿彪，三叔在后院跟马叔说要把大姐送去。阿山，这几天住铁柱叔这里，哪儿也不要去。阿爸，我是不是连累你了？你什么都没做错。去吧，我看着他。今天下午你在后院跟马老抠说了什么？说钱的事儿关你什么事儿？小贝听见你提大妹2个字，你欠了多少？想拿我女儿抵债？小贝说你背对着院门压着嗓子说话，那是你心虚时的姿势，从小就这样。我就是随口一说，没当真的。没当真？你们管不住他，我来管。瓜子，我跟你3弟的事儿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我现在告诉你，任何人以任何名义动我女儿1根手指，我第一件事去县治安管理部门报案。第2件事，把渔村赌船的人名账目全部交出去，你掂量清楚。财产清单文书呢？什么文书？家里从来没整理过账目。文书没了也无妨，账目在我脑子里，1分1厘都记着。3年的数，你全记得住？记得住。月娟哪个月被扣了多少工钱？老三哪趟赌输了多少？从谁手里借的？还了没有？一笔一笔都在这里。这一条，2月头那趟出海，你单独押船，投网的渔获分成，老根只给你记了半数。对，我跑了3趟礁石滩，他记了2趟，少的那趟压在超夫名下了。喝完了，有出入的地方你圈出来。没出入。老沈，这是什么？大队长，自家晒的咸鱼，不值几个钱，您别嫌弃。老沈，你这是要让我睁眼说瞎话？大队长，我就是觉得账目有些出入，怕到时候账目有没有出入，核算了才知道。你说有误，瓜子也说有据，那就当众核。
账目清楚，笔笔有来由。我过2日召集村里几个老渔民，当众核算，分家的事儿一并议，谁也不压，谁也不拦。1981年，投网渔获32筐，扣除修网药效钱后，越居分得2筐半。在场的阿莲妈，您当时在场，是与不是？是，我亲眼看着他提回去的2筐半，1筐不多。 1982年出海17次，家里公账收入合计。这账算个什么？随便写2笔就来讹人！大娘，大队长在主持，不能乱。那些年家里吃喝，哪样不是公账出的？瓜子从没少过1口饭。沈老根，你这话我来答。1982年秋汛，我和你出过一趟海。 分鱼那日，你儿子媳妇那份儿，你自己扣下来，说是补家用，这事儿我记得。等等，这事儿还没说清楚。月娟当年进门带来的嫁妆里头有这批网，这是她娘家的东西，该折价算进瓜子那份。大队长，这批渔网，1983年以沈家公产名义向大队登记过，有原件可查。签吧，老沈，账清楚，证据在，大队认可，有效。过来。从今天起，你是沈瓜子的女儿，谁也带不走你。谁叫你陪嫁祸，阿爸替你出头。分家的事儿落定了，宅基地有了，出海的证也保住了，可心里那口气没有想的那么顺。龙牙湾那片水域，我一直记挂着，迟早要去看一眼。周老板那边已经开始动作了。来了，昨晚没睡好，睡得挺好。瓜子哥，我爸让我给你送这个，说是上面刚下来的建房政策说明，新的家庭承包建房补贴通道，叫你早点看。跟你爸说，这3条我都能对上，材料我来备，麻烦他留个窗口。瓜子，房门要朝着海开。好，朝南偏东30度，正对珍珠湾。小山，小贝，马师贝，这批苗附着的比上回密，长势不错。照这个速度，再养几个月就能开始第一批收了。3件事：第一，这里的事不对外说；第二，去找吴志明，我有话要跟他谈；第三，
县城那边你帮我打听，有没有珍珠养殖的技术资料，书也好，讲义也好，先摸清楚。对了，这个要紧，苏采购下个月要亲自来虎头坳实地考察货源，说要谈直供合同。下个月，这是唯一的窗口，错过就没了，那就不能错过。沈家那批货上个月烂了一箱，你们又不是没见过，苏采购这趟白来。他神色不对劲儿了。苏采购，码头风大，跟我上船看看实货。在码头散话的叫烂虾子儿，县城鱼贩二顺的人。二顺跟周老板有来往，专跑虎头坳这条线。这一排鱼身无伤，眼青、腮红、头等；中间这排轻微擦鳞，二等；最右边2条留自家吃，不出货。你这分法，厂里验货也没你细，所以烂货进不了我这条船。3项框架，品级分档定价，货量3个月保底，价格随时偏动。这是未来3个月的货量保障，白纸黑字。我得回厂跟郑厂长商量，不是我一个人能定的事儿。应该的。你看他眼睛都亮了。第一道门已经推。铁匠老冯的手艺结实。内衬再加一层稻钢棉，能撑6个小时不化。又来问他，叫过来。沈瓜子哥，听说可以租，租金1趟2毛，条件一个，你船上的头批鱼货优先卖给我，不走别走收购点。成交。货源这条线就这样一根一根拴住了。停工！这块地有争议，不能接。什么争议？这条边界往西移了3尺，压着公共地头，你侵地了。陈大队长丈量过的，界桩在那里。界桩是谁插的？你自己插的，算什么数？去请陈大队长过来。大队红章，我亲手刻的，一点没移。你再敢在这里闹，我记你公分。这是周老板的手，不是最后一只。宅基地这条路堵不住，换地方。虎头坳村小学有个教导主任叫谭达文，你去县城找他，就说是我的意思。沈家那个大妹入学的事儿，让他心里有个数，不用急，钉子提前埋比临时堵门有用。三叔，我找您有点事儿。县城那边有个档口，老板急着转，我寻思着做鲜货分销，本钱差一截，想跟您借200块启动。200？您放心，1个月就还，这生意稳的。县城供销社那边我都问过价了。瓜子，靓仔这孩子一直没出路，一家人总不能看着他。钱是这钱我借过，后来叫什么借的，我记得清楚。他这次借不是因为信他，而是要让这笔账有迹可查。原本想开口叫他立个律，但妈就总提这个，2人必定当场吵开。
打草惊蛇，什么都查不了，先记在账上，下回再借再补上字据。拿去1个月。三叔，那档口最后没谈成，钱用掉一点了，我再想办法凑。在县城喝酒，那2个人是谁？三叔，您查我呢？我就花了几十块，碍着您什么了？200块，档口的事儿。反正是自家人，您能把我怎样？告到奶奶那里去，还不是一家人的事儿？你走吧。妈，从今天起，这家人我认清了。冰层厚度、换冰频次，这套方案你是自己琢磨出来的？试了2个月，摸出来的，比我厂里现在的进货品控还强。3个月试供期，达标转年度合同，海冰方案作为品控附件，你看没问题？生瓜子，这回是真的了。才刚开头。郑厂长，我进来发现村东边那处湾，水色比外海清，底层水温也稳，礁缝里有珍珠母贝的迹象。你说的是龙牙湾那一带？我已经和吴志明一起下水探查过，那边水质好，底层稳。他说是难得的天然养殖湾。吴志明，他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湾，你们2个已经搭上了？去年就开始谈了，方案也拟过一稿，就差销路这一端还没落实。这倒是我能帮上的地方。珍珠出货不比鲜货，要进城里的货柜。我在县城那边有几条线，你们方案成型了，我来牵线搭桥。郑厂长这条线前世我错过了，这一次珍珠、鲜货、罐头厂3头都能连上。那就先说好，等我们这边方案再推进一步，请郑厂长出面。好，你们做，我斗底销路。协议都签了，该让他知道谁才是这片海的主。什么事？就是近来身体有些异样，哪里不舒服？说不准，也怕说出来不吉利，先憋着。生瓜子，这地方我跑海10几年都没来过，真有鱼。下网就知道。黑曼树那帮人今早往东郊去了，没注意这边，就等这个空档。生瓜子，往压手！这是哪路？神仙带路！开船回码头。鲜度1等，龙虾个头足。沈瓜子，这批货我全要。收购价呢？比市价高2成，你看行不行？郑厂长今天亲自来，不只是为了这一网货吧？厂里准备扩收产品类，需要固定的高品质供货方。那我有个想法，我们签专属供货协议，
零散交货这条路就不走了。这话我听明白了，3天后给你答复。郑厂长亲自跑去虎头坳验货，是，今早的事儿，码头上人都看见了。协议的事压不住，那就换个地方让他疼。小山入学的事儿，现在我要的不是刘树，是让那个丫头永远进不了那道门，懂吗？沈瓜子，你出货越顺，我就越要在别处让你付出。这批冰压了几层？3层，底层粗冰隔热，中层碎冰贴身，面层薄封宗气。入箱时间不超过2小时，鱼鳃全是鲜红。盐度几分？18分，比常理收货标准高2分，耐得住从虎头坳到县城这段路的温差。瓜子儿，来，协议今天就写。章是真的，格式像公函，但批号对不上，包是我自己带进来的，有人做了手脚。郑厂长，协议先等我2天。怎么了？有人往我包里塞了一张文件，批号对不上，我怀疑是伪造的。我得去收购站核查原件，问清楚这东西从哪儿来，再回来跟你交代。行，先压着，等你核查结果。那枚章，县城水产收购站，你在那边有熟人？有个小贩。长期在收购站门口蹲活，站里有什么风吹草动，他都门清。现在去。你儿子把我们家烟囱给堵了。罗铁柱，这批号伪造的，这张根本不是收购站当日出的，底单上没有这笔记录。程序该走哪步，苏采购你来定。恢复盖章，今天就走。沈瓜子跟城里厂子签了卖身契，咱村的鱼以后都要被他管着价。啊！是你们说呀！活动烧掉，烧掉才算完。协议第3条，虎头坳村集体供货，凡渔货达标者均可纳入，一个都不漏。收购价统一高于县城散卖价1/5。烂瞎仔！谁叫你散布谣言？站那边去！自家没本事，见不得旁人有出息。静静，瓜子哥，这是马氏贝。一片都是。阿青，今天的事儿，你跟任何人都不说。我晓得。
这是我从南边带回来的原版，我已经照着里头的训苗步骤重新整理过一份，跟咱们湾里的水温和潮汛对过了，没有大问题。这里说的挂笼深度要根据暗礁湾的底层水温再调，上个月我量过，比南边浅区低2度。我也觉得要调，你打算压到多少？先是3米，入秋再往下挪半米，看备苗的状态定。贷款这块我昨天去信用社问过了，养殖项目要走大队担保那条路，材料里得附上技术方案。这本手册加上你的调整记录，正好能用。大队那边，你跟陈大队长提过没有？打过招呼，他让我们把申请材料整齐了再去正式谈，他要拿去给公社过目。那这2天把方案写完，我来写调整那部分，你把贷款申请和担保流程理清楚，后天一起去大队部。行，后天上午。内湾这块水域申请下来的关键是养殖用途这几个字，得先过大队这一关。大队我来想办法，陈大队长那边我有数，你出技术，出一部分启动资金，我这边出人手，出本地关系，账面怎么算，今晚说清楚。我信你这个人，就凭你今晚先开口说珍珠2个字。你们2个先把申请书写完，钱的事儿吃完饭再谈。大伯，大伯娘，找了好几处才找到这里。什么事儿？也没大事儿，就是我爸那边渔网破了条大眼儿，开海前补不上就废了，家里一时凑不出钱，想着大伯刚谈完生意。铁柱，出来一下。钱可以借，借条立一张，写清楚还款日期，月息2分。铁柱做见证人。大伯，都是一家人，用得着这么正式吗？正是一家人才要写清楚。这是最后一次。他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上午我在村口遇见烂虾仔，他问我你今晚在哪儿，我没理他就走了，但他可能自己跟过来看见你进这里了。瓜子啊，你侄子说你们已经合股了，叫我先垫200块给他。阿莲妈，没有这回事，我与他无股可合，钱若是给了，算你自己的事，与我无关。瓜子，海亮说跟你合伙做渔获生意，我已经借了100给他了。这钱是你与他之间的事儿，我来是告诉你，我没有任何人合伙，也没授权他用我的名字。你到处说海亮骗人，你这是拆自家人的台，没有一点亲情。爹，我念给你听。你说我不念亲情，还是说亲情就该连借条都不用写？这事怪海亮，他自己乱说，关我什么事儿？他的烂摊子我不管。这扇门关上了。大队长，这是村里23个渔民的联名信。联名信是你组织的？是大家自己要签的。县城那边也有人打过招呼了。我跟你们说，沈瓜子拉来的那个吴志明是县城来的人，背后是谁你们摸得清楚。内湾一旦让他们圈走，咱们下网的地方就少了一半。
舒服？谭教导今天在办公室说我上了也白上。他当着多少人说的？办公室里几个老师都在。想清楚了，2条线同时动。你去找徐老师，请他转告梁校长，我要见他，谈小山的事儿。我去县城，当面问郑厂长，周老板在县里到底打过哪些招呼。徐老师，你把原始报名凭证再拿来我看。沈小山报名日期8月初3，凭证齐全，为什么名则里登记延迟了整整3周？资料那时候确实有点不齐，我是按规矩。哪份资料不齐？你指给我看。校长，这件事儿是上面打过招呼的。上面是哪个上面？你现在坐下来，把这句话写成书面说明，是谁打的招呼，什么时间，怎么打的，一字不落的写清楚。那几年罐头厂收购价被压成什么样，你自己看。周老板控制沿岸渠道，稍微抬价他就断货。我现在愿意去实名举报他，但我要你一句话：往后顺兴的鲜货，你独家长期供。成交。沈瓜子把那本账册送到工商所实名举报了。这辈子爸替你把路铺平。县里已经批下来了，内湾使用权正式划归虎头坳村集体。珍珠养殖从今天起列为本村增收试点，由沈瓜子、吴志明共同负责。愿意入伙的劳力可以折算参股，今天就可以按手印。之前我欠李铁嘴的钱，有一部分是替周老板在码头跑货底的工资。那时候他叫我帮忙记过账，单子我有副本，也不知道有没有用。我知道这个烂得很，一直没敢动。你去跟工商叔说，不是为我，是为你自己做个人。谢谢哥，我不想一辈子被人戳脊梁骨，我也想让儿子看得起我。瓜子，我又有了。真的吗？那你有没有不舒服？现在感觉怎么样？虎头坳发财啦！
虎头坳这条路算是走通了，才是开头。老师说我写的字最好看。叽叽喳喳，喳喳喳喳，妈妈。